1935年，日治时期，为了建立纵贯铁路进行隧道挖掘，在此处发现了大量的贝类化石。日本政府并将此处定为天然纪念物化石产地。这个地方就是苗栗的过港，而今天故事将从此说起。山边的湾瓦保护区，一只水母在退潮时被推到岸上。这是一只黄斑海蜇，它们生活在温暖的海域。伞部表面具有许多小而尖的黄褐色凸起。海蜇的生活史有2个部分：水螅型跟水母型。前期的水螅型是属于无性生殖，而后期的水母型则是有性的生殖。往山边小镇前进，目前正在举行1年1度的进香仪式。很幸运的访问到了当年的炉主。就是想问你一下说，你是从小住在这边的？对，我是那个在地人。对。我们这里祖先都是从那个唐山过来的，过来台湾开垦的，100-200年的传统历史。那这也是从一代传着一代的流传下来的。白沙屯天上圣母跟三边妈祖天上圣母，它算是2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妈祖，可是他们是情同姐妹这样，对，他们的姻缘就好像是兄弟姐妹这种一个分割的感情在的，对。3敬拜，内行。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宫结束。那我们道具先放着我们准备来排练献礼的过程。好，我们殿外参拜，先拉红龙。炉主就是以在地的山边子民才有资格去拔这个。去年甲辰年，刚好我们陈家承蒙山边妈祖一个厚爱，当选甲辰年的炉主这样。炉主以前的话就是请山边妈祖来家里侍服1年。只有等到那个隔年那个白沙屯妈祖那往北港进香日期就是每年的农历12月15日，对，那天在统一在那个孔丁宫祭祀那个白沙屯妈祖，由白沙屯妈祖来选择自己。从出发之后就要跟随妈祖，跟着妈祖的神轿在旁边，一直到那个北港，然后再回来。目前山边就是山边妈祖，然后也有山边赵府王爷，山边在地妈祖这个区块还是王爷这个区块，如果有活动的话，那我们外出的子民，如果时间允许，我们都会回来参与。好了，现在把掌请关注就好了。
随着越来越多聚集的人潮，我回到了海边透透气，并且看到了一位正在海边行走的长者。我是我布好几天了，开始要变成小潮了。啊，小潮的时候就是退潮不会退那么远。哦，所以你要换个位置。对，要这个还太深了，不然这个早上来的时候水太深了，捉不到网啊。因为早上的潮水退不下去。那个乌阿姨，乌鱼有没有？乌阿姨啊，哎，乌鱼啊。哦，乌鱼我知道。啊，乌鱼啦。还有乌鱼，还有什么？我们这好几种啊，还有的是那个我们讲是那个蓝鱼哈，这个台讲是蓝鱼啊。黑椒有没有？就是那蓝鱼就是咸水的，就像以前李登辉总统哈去那个日月潭吃那个总统鱼一样。总统鱼啊，一样的同一类的啦。但是我们这是海水的和那个淡水的不一样。网这样铺上去，这是什么原理？鱼会被你抓到？因为这个网上水就浮起来啊，浮高啊，鱼从这边过去就会被网到啊，就是鱼哈，就是海水满潮的时候，全部是在游，它游还要吃东西呀，好像那乌鱼哈，你在水面上游的时候，它嘴都开的，一直在吃东西，它一咬到网子啊就会勾到，就这样。我们这边是食物啊，这全部都是食物啊，这样没整理就倒掉啊！你看，这样那个半年前那个都是食物啊。我就觉得有点像，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石头会这样子弧形。哎，那个都是一个半圆形，那个是食物啊。乡下哈，我们小时候这食物很多啊，结果海边来哈，越来越没有鱼的时候哈，就是没有人在管理，没有办法生存啊，大家往外面跑了啊。我们以前这里哈，像一个食物哈，这里的农田哦，2甲地的农田哦，要换一个食物，没有人要换的。每天来的鱼很多啊，所以以前的时候鱼哈，海上的那个收入比山上还多啊。后来越来越没有，大家都不想那个了。我们这里从那边的食物哈到山边哈，40几个食物，那个这个食物都有名称的呢。还有名称？有啊，每个食物都有名称的。就是可能是陈家的什么食物？不是，但是那时候哈，就像哈，他那以前的人哈，就是比较像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哈叫做这个叫做50块啦。50块？哎，50块。他为什么火50块？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我听那个老一辈子讲哈，开门刚做好，第一天抓了鱼卖50块。做好第一天才开始抓鱼，就卖50块。以前50块是很多了呢。就是说这个很会收就对了啦。只是丰收的意思。收成的这个呢，很有趣啊，很有趣。就是很多这个古早的那个习俗哈，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晓得啦。天色渐暗，只剩下海浪的漂流声与偶尔行驶过的火车声。在凉爽的海风中，我踏步回到了山边小镇。30年之前，我们以前的时候哈，刚在走路才不到100个，几十个人开始走起的。这个白沙的马桶是日治时代走到现在啊，最久的，也是台湾省最久的历史。要去北港进香出发的时间，它的
走路的路程啊不固定的，他喜欢走哪里就走哪里，不会说像那个大小的哈，固定怎么走。那个这边马祖和他的马祖不可能这样。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时常要去扛轿。我们以前哪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多人，就几十个人而已去而已。啊，去到那个西螺有没有？西螺桥底下都是走那个溪底，往那个潮水越深的地方走过去。但现在都没有了，那现在都没有了。感觉好像家家户户都有。不一定啦，因为拜这个神明啊，就是你看你个人的那个具体行为啊，那是讲。其实我跟你讲啊，拜神明拜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心要有正常就好了。觉得哦，拜什么心理上想害人呐、想坑人呐、那是没有用的。就你自己的心灵有达到就好啊，拜就是也归拜啊，你的思想方面在想正常就好。那关于这些故事，你们就是从小就是会跟自己的小孩讲这些。老一辈传给我们啊，那我们这一辈的就是有这个责任再传承给下一代。还可以的。嘿嘿嘿。山边，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但是如果你愿意，海边的石头、小镇的一角，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当鞭炮与烟成为山边的印象时，山边的故事依然还会持续着。